之前还是主官饿死的贫困县，现在铺上了石板路，用上了抽水马桶。方正一这县令当得太舒服了，你让他入宫当皇上，他都不愿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郭天养正忙着准备出发，陪同景帝和小皇子出宫游玩。突然，一个紧急的脚步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郭天养举起手中的灯笼，一路小跑去查看，结果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干孙子，一名小太监急匆匆地跑来送急件。一番呵斥后，郭天养接过奏章，匆匆回到马车边，交给了景帝。打开奏章的一瞬间，景帝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内容关于建江大水冲垮堤坝，数千人流离失所的消息，让景帝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得知国库空虚，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后，景帝决定亲自出马，寻找解决之道。于是，一行人在夜色中出发。景帝一路上对着舆图沉思，而小皇子李元照则是好奇地观察着一切。尽管路途颠簸，但他的好奇心让他忘记了不适。在讨论洪水的解决方案时，李元照提出了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办法，用术法改道洪水。这个提议让景帝哭笑不得，无奈之下对李元照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教育。经过一夜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桃源县。李元照对这个新奇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景色的美丽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烦恼。在客栈安顿下来后，李元照的一系列幼稚行为又让场面变得十分搞笑。他对客栈中的井实际上是马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让郭天养哭笑不得。而在县城内，方正一得知有瓷器商人再次来访，便激动地准备前去会见，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商机。一行人缓缓走到了楼下，方正一的目光立刻锁定了其中一人，景帝。他带着几分戏谑，笑着迎了上去。老李来了，看来茶叶生意在京城做得不错啊。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旁边的郭天养不屑地撇撇嘴，心里暗笑，从李先生变成老李，这变化也太快了吧。一行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直奔庆昌楼，方正一大方地请客。庆昌楼内美食香气四溢，方正一和景帝的谈话间隙，小二忙着上菜，每一道菜都让人垂涎欲滴，特别是那道猪肉炖粉条，方正一的推荐让人听了就食欲大开。李元照虽然一开始有些嫌弃，但在景帝的示范下，他也忍不住伸筷子尝试。一尝之下，即使是最挑剔的食客也不得不承认，这猪肉的味道确实非凡。方正一笑眯眯地解释道：“这猪肉啊，是腌猪肉，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完全没有任何腥味。”这番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原来这背后还有这样的学问。饭桌上的氛围愉快极了，方正一更是言谈间不断地展示着他的风趣和智慧，连带着几位客人也被他的气氛所感染，笑声不断。随着晚宴的进行，方正一的助人为乐的坏毛病再次上演，他不仅再次提到了阉猪的话题，甚至还直言不讳地将这个比喻用在了郭天养身上，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景帝尽管被呛到，但也被方正一的幽默感所感染，不由得笑了出来。而郭天养面对方正一这番既尴尬又搞笑的关心，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他的好意，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绝对不能轻易让方正一抓到把柄。饭桌上，李元照像是刚从饥荒中逃出来的狼一样，对着面前的饭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桌上的菜肴在他的攻势下迅速消失，每一口都似乎在弥补他一路上的颠簸和饥饿。桃源县的厨师们对大火爆炒的热爱，让每一道菜都异常香辣诱人，油盐掌握的恰到好处，让人吃了还想吃。景帝见儿子吃相不雅，忍不住在桌下偷偷踢了他几下，希望他能收敛一些。李元照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时，方正一看出了景帝的尴尬，笑着打了个圆场，夸奖李元照能吃是好事，还自嘲自己年轻时更能吃。这番话让李元照对方正一的印象大增，觉得他不像是吴声口中描述的那般可怕，反而人品不错。饭桌上的话题很快转到了生意上。方正一提出，如果瓷器生意受阻，不妨转向茶叶生意，暗示着他们的茶叶质量将更上一层楼。景帝则透露了瓷器生意因建江洪水受到很大影响，暗示着他们正寻求解决之道。郭天养对此感到惊讶，不知道景帝为何会向方正一求助。方正一听闻建江洪水，立刻表现出关切之情。很多桃源县的居民都是从建江逃难过来的，而且有人开始尝试回建江寻亲。当郭天养展开舆图时，方正一惊讶于他们居然拥有这样的国家机密。方正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天雷劈山堵河道来解决洪水问题。这个提议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不已。李元照因此而兴奋，认为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景帝和其他人对这个提议半信半疑，不知道方正一是否真的能实现。方正一沉默不语，他知道自己确实有能力实施这个计划，因为桃源县积累了大量的火药，但他也在考虑这样做是否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和能力。最后，景帝再次询问方正一是否有办法，方正一回答说他还需要再考虑。
3个人饶有兴趣地瞪大眼睛盯着他，方正一只好尴尬的笑笑，努力转移话题：“吃饭呀，大家都看我做什么。”这时候，李元照突然大叫：“天雷！天雷！”方正一哪有心情顾及这些，他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有些沉重。这个李元照真是会找麻烦，本来安静的日子，怎么又扯到了救灾上呢？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不就是为了过上安逸日子吗？可惜好景不长，看来又得开始行动了。景帝的目光中似乎夹杂着某种深意，但最终也是低头继续吃饭。饭桌上一时间沉默笼罩，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什么。饭后，方正一率先打破沉静，他提议带着众人游览桃园的美景，并且还豪爽地表示，如果有看中的东西，大家尽管买，或许还能发掘出新的商机。景帝也放下心事，好奇地询问为什么桃源县会有这样的商机，而且方正一对待商人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方正一笑着回应，他自诩是个热心肠的人，解释说桃源县的商机是因为这里的人读书不多，但他们有智慧，能把普通的东西变得价值连城。郭天养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过分鼓励商业会导致社会混乱。方正一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需要的是多功能的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书生或商人。他的理念是，桃源县的繁荣正是因为这里的人敢于做不同的尝试。而李元照发现了一个书摊，心想这是个购买一些书籍的好机会。到了书摊前，李元照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摊位上的一本书名为《方县令大战灭霸》，内容是关于方正一如何帮助皇帝击败外来的天魔灭霸的故事。这让方正一感觉尴尬，毕竟这个故事原本只是他编给孩子们听的。书摊上的其他书籍，如《少年阿秋》《武林骑士录》《金牌县令》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这在文言文为主的时代显得格外特别。景帝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桃源县的书籍都是白话文？方正一解释说，桃源县的人不多读书，白话文更容易让人理解。他坚信，只要书籍对百姓有用，那么它就是好书。李元照不以为然，他认为白话文的书籍是在浪费纸张。方正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白话文书籍可以带动更多的经济活动，比如印书、造纸等行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解释让李元照和景帝都有些无言以对。在方正一的世界里，创新似乎总是有理由，而固守成规的人最终只能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即使是郭天养，也不得不承认，方正一的方法虽然不同寻常，但似乎总能说服人心。景帝尴尬地站在原地，听着方正一那番既启发又让人觉得像是在耍弄的话。突然间，李元照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的提议既搞笑又荒唐。那我直接把书烧了，岂不是更省心？方正一无奈地叹了口气，拍了拍景帝的肩膀，好像在说，老李，你这儿子的想法真是出奇。景帝对李元照的训斥声中带着几分无奈，而李元照则是一脸幽怨地看着他。他们一行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两位大人聊得愉快，而后面的李元照和郭天养则是一言不发，这副模样倒是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时间一会儿过，他们逛了大半个桃源县，夜幕降临，两伙人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回到客栈后，李元照累得直接回房休息，而景帝则是坐在桌前，眼神在舆图上不停地转动，似乎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郭天养一直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景帝沉思的样子，不敢打扰。但当景帝提起要去县衙找方正一时，郭天养不禁有些担忧。他知道方正一的才华，但也担心这位年轻人的野心。景帝对方正一的才华是认可的，但他更希望方正一能为国家出力。他决定，不管方正一愿不愿意，都要让他进京，让他的才华为国家所用。夜色更深时，景帝决定去看看太子李元照。他推开太子的房门，发现太子竟然还没睡，而是在床上看书。景帝好奇地走过去，一看书的内容，顿时气得不轻。这本书不仅内容低俗，而且还是白话文书籍，让人不忍直视。景帝愤怒地把书抢过来，严厉地训斥太子。太子被突如其来的训斥吓了一跳，连忙求饶。但景帝怒不可遏，一边训斥一边用书卷打太子。最后，景帝留下郭天养看着太子，自己则气冲冲地离开了客栈。郭天养轻声安慰太子，却被太子气愤地丢了枕头。滚出去！本宫没穿裤子。在桃源县的一个不眠夜，景帝首次体验了夜行的乐趣。手提一盏借来的灯笼，他在夜色中缓步前行，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到既惊讶又新奇。街边小摊灯火通明，人们络绎不绝，购买各式各样的小吃和商品。在实行了近10年宵禁的京城，这样的热闹场景实在难得一见。不过，景帝并没有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这份热闹。他怀着一颗急切的心，加快步伐朝衙门走去。夜色中的衙门牌坊下，2名官差出现，拦下了他的去路。景帝毫不犹豫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徽记。官差们互相对视一眼，随即转身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一名名叫小桃的女子款款走来，她的声音清脆，
带领景帝进入衙门。在前往见方县令的路上，景帝试图了解一些情况，却被小桃轻松愉快的回答所吸引。方县令平日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休息了，但今晚因为有事而还在庭院中，这让景帝意识到方正一对于解决水患的事情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视。进入庭院，景帝见到方正一正对着月亮举杯，一副悠闲的模样。方正一见到景帝，立刻热情地邀请他坐下，询问来意。景帝直奔主题，询问方县令是否能解决建江的水患。方正一提出使用功德无量来解决水患，并提出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和保护措施。他的态度从轻松转为严肃，详细说明了水患过后的防疫措施。这些细致的安排让景帝感受到了方正一的责任心和为民着想的精神。当景帝豪气地拿起酒杯向方正一敬酒时，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喝下的只是水，而且还是方正一用来漱口的水。景帝和方正一的密谈终于落下帷幕，景帝带着一脸的得意离开了后庭院。不过他的胃里却不太平静，一阵阵的翻腾让他想起了方正一那看似天真的小丫鬟。原来那2个杯子中，一个竟是给自己漱口用的。自己竟然信了小丫鬟的话，这不是自己糊涂是什么？景帝边走边想，刚好看见小桃靠在月洞门边，一脸好奇地望向里面。小桃看到景帝出来，笑容满面地问道，得到的回答是大事已定，让小桃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自信满满地认为一切都会顺利。景帝对小桃的自信感到好奇，这丫头似乎对方正一有着盲目的信任。小桃的回答让景帝陷入沉思，原来方正一在桃源县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的苦难让他夜不能寐，只想着如何救助更多的灾民。小桃眼中含泪的样子，更是让景帝对方正一的人格产生了敬意。这位看似不羁的县令，竟有着如此深沉的爱民之心。景帝的心情复杂，他原以为自己对桃源县的了解已经足够，没想到方正一和桃源县的故事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刻。景帝对小桃表示感谢，然后快步离开，心中充满了对方正一心的认识和敬佩。回到客栈的景帝与忠心的郭天养交流了此行的成果，方正一的神秘物品功德无量成了他们讨论的焦点。景帝信任方正一，认为这位县令不会欺骗自己，即使被骗，那也是自己愿意的风险。景帝的信任源于方正一的为人和行为，认为即使自己是一个普通商人，方正一也不会欺骗。隔天早晨阳光明媚，景帝和他的一行人提早就踏上了前往县衙的路。方正一已经安排得妥妥帖帖，准备接待这几位贵客。借贷协议一签完，景帝便匆匆离开了桃源县，只留下李元照一脸的不甘心，最终还是被郭天养硬拽上了车。车上李元照独自生闷气的模样，让景帝忍不住觉得好笑。太子向来贪玩，但这种情绪他还是头一遭遇到。看来桃源县的确有让人流连忘返的魔力。景帝忍不住问道：元照，这次出宫有什么感受？李元照闷声不乐道：没有。结果被父皇一声怒斥：放肆！李元照赶紧改口，臣感到百姓生活富足，全是父皇辛勤治理的结果。景帝对李元照的反应颇为满意，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你回京后步行回宫，再来向朕报告京城的百姓生活。李元照虽然勉强答应，心里却满是桃源县的美好记忆。那猪肉炖粉条真是太美味了。车上的对话并没有结束，李元照忽然提出方正一担任7品小官实在是屈才了。郭天养听后内心五味杂陈。景帝则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方正一能召唤天雷解决水患，封什么官都可以。李元照一时间对方正一充满了敬佩。就这样一路的对话中，李元照的不满和景帝的教诲交织在一起，直到最后李元照被景帝留在内城门口，而景帝则独自返回宫中。景帝一回到宫中，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朝政之中，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江的水患。朝臣们急切地等待着景帝的决策，提出需要20万两银子进行救灾。景帝提出从百官中募集资金，这让众臣颇感尴尬。他们原本希望景帝能立即拨款救灾，却不想被卷入其中。景帝对朝臣们的反应似乎不以为然，他的处理方式让人感到惊讶，似乎有着更深的考量。他的决策引起了朝臣们的一片哗然，但景帝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在京城的一隅，李元照第一次踏出宫门，心中满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夜色如墨，他信步走着，眼睛忙不迭地打量着四周。本以为京城繁华无比，结果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失所望。土路泥泞，小水洼随处可见，空气中夹杂着各种怪味，让他不禁皱眉。周围的房屋都是用土和木材搭建，简陋得很，和他想象中的桃源县简直是天壤之别。街上的行人神情萎靡，整个场景让李元照感到了一丝迷茫和诧异。他曾听师傅说过，外面的世界很残酷，但亲眼所见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就在这时，郭天养已经安排好护卫，悄悄跟在他身后。李元照小心翼翼地避开泥泞，不想让自己的靴子脏了。他好奇地问郭天养这里是何处，
得知是内城北门后，更是对这里的脏乱差感到不解。郭天阳解释说，这里是最近2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区，聚集了很多难民。他建议李元照往里面走，那里的情况会好些。但李元照却决定去外城看看，想要亲眼见识一下真正的百姓生活。外城的情况并没有比内城好到哪去，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大人们忙于日常的劳作，空气中的异味更加浓重。郭天阳努力忍受着恶臭，跟在李元照后面。突然，一户人家泼出的脏水溅到了李元照的靴子上，让他感到极其不快。郭天阳气愤地斥责那妇人，周围的护卫也立刻警觉起来。妇人吓得连忙跪下求饶，解释说是无意的。李元照虽然感到恶心，但看到妇人的惶恐，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元照询问了妇人家的饮食情况，甚至不请自入地走进了他们的家中。郭天阳完全被吓傻了，不明白李元照这是怎么了，但还是跟了进去。屋内的情况让李元照更加震惊，他看到的不是他想象中的繁华京城，而是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李元照询问了受伤男人的情况，得知他是在工作中受伤的。李元照好奇询问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妇人连忙端来一碗奇怪的糊糊，满脸期待地看着李元照。李元照一脸好奇，郭天养则像见了鬼一样，嫌弃得要命。这碗东西，如果用美食来形容，那肯定是开了天眼的。这是啥玩意儿？李元照皱眉问道，那表情就像是考古学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妇人一脸骄傲地介绍，这是他家的招牌菜糠米野菜粥，言下之意，这可是他们家的灵魂食粮。郭天养见状，差点没直接晕过去，心想这不是找罪受吗？李元照被好奇心驱使，决定尝一尝，这可把郭天养吓坏了。他那叫一个急呀，直接一个飞扑，想要阻止这场灾难。公子，您千万别吃啊！这玩意儿要是吃坏了肚子，我可担待不起。郭天养哭丧着脸，仿佛李元照已经吃下去了似的。李元照不为所动，坚持要尝试。于是，一场关于勇气和好奇心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李元照一口吃下去，立刻后悔了，那味道简直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咸全来了，不，主要是酸和苦。一阵呕吐后，李元照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什么叫美食。墙角的妇人看着这一切，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和无奈。这时，屋子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原来是郭天养叫来的援兵，想要给这碗毒药一个说法。而那家的男人一脸懵逼的出来解释，还跪下了。这能吃？真的耐吃？男人边哭边吃，场面一度十分感人。郭天养在一旁小声提醒李元照，这可能是他们习以为常的食物，只是我们不习惯罢了。李元照这才恍然大悟，心中充满了羞愧。他决定赔偿，命郭天养给了那家人10两银子，这才算是给这场闹剧画上了一个句号。离开小屋后，李元照心情沉重，开始反思。他询问郭天养，宫里的小太监们是否也过着这样的生活。郭天养连忙解释，宫里的条件远比外面好，但自己以前的生活也并不比这家人好到哪去。李元照听后，心里不禁感慨万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入宫的原因吧。